想知道怎么做才能跟你一样美丽？我跟你说，就是为什么你这么会说话？就跟你们聊天好好玩哦。应该很多人问怎么当你男友吧？当我男友很辛苦哎，我超会，对不对？他点头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耶！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要2万 QA。当初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可以2万订阅了，做个 QA 跟大家解惑，大家对我有好奇的地方，就是很随性，像在聊天一样解答你们对我的疑问。如果你对我好奇的话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为何当初会跑到日本当空姐？我不是跑到日本当空姐，我是在台湾应征日航的工作，然后在台湾当空姐，所以我不是去日本当。为什么这么美？好会讲话，好好笑。为什么很会跳舞？就我完全不会跳舞，我是舞痴。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，就不知道拍什么，那不然就拍一下跳舞好了。从小就跟阿嬷感情好，偶尔会去找我阿嬷吃饭，所以就是跟她一起跳舞。然后她一直在那边说。不要，我很丑。请问如何保持身材？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运动，瑜伽或者是皮拉提斯，我觉得都是可以蛮调整体态的。我觉得体态好，身材就会看起来好。请问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日航？主要还是因为工作形态的关系，不太喜欢这种作息不稳定的这种生活。而且我当初本来就没有想要做一辈子啊。你可以去看我第1集是空服员 QA， 上面可以解答你所有我当空服员的疑问，所以去看。一见钟情 vs 日久生情，一见钟情，然后之后再日久生情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可不可以问日文学习的补习班是哪间？我之前公司配合的日文补习班是永汉日文。台北应该蛮多分店的，我记得中校跟中山都有分店，可以去问问看。跟男友交往多久？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男友的？有男朋友吗？在一起多久？大家都问这个，大家都对男友好奇耶，还是叫他现在过来？哦，4年半了，哇，好快哦，要5年了。之后可以拍一个恋爱 QA 或者是恋爱相关的话题跟大家分享，再找他跟我一起拍好了。其实我大概在10年前就追踪他 IG 了，所以我们算网友的概念。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帅，然后学历又很好，又感觉才华洋溢的，然后我就看到帅哥我就按追踪按下去。后来他也有回追我，6年之后他要拍一个 MV， 他就问我要不要当女主角，然后因为我就是很崇拜他，我就觉得他很优秀，把他当成我的男神。然后他那时候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超开心，我一定要让他喜欢上我。好，所以就这样就在一起了。聊着有点害羞。什么星座女孩？好奇什么星座？问这个星座的都是男生原来男生也有在好奇星座这件事情，而且好像都没有人问我 MBTI， 大家都比较好奇星座。我是水瓶座。请问日本旅客奥客会很多吗？我觉得日本没有什么奥客大家都非常好。我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客人的关系，还是整个日本的民族性都是这样。我觉得他们都很有礼貌，然后蛮客气的。遇到恐怖的组员几率大于遇到 OK。去年发生最尴尬的一件事，很难我连昨天吃什么都忘记了。刚刚稍微翻了一下相簿，去回忆一下我2025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我觉得好像都是开心的事情比较多，尴尬的事情好像有点想不太到有结婚的打算吗？请问有打算几岁前结婚呢？可能未来会有结婚的打算，但是现阶段还没有，因为我现阶段还有想做的事情，然后想要专心做的工作，所以结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相较而言没有这么的急。有的话也是30岁以后吧。我们两个都是不急的。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是怎么熬过的？我会去做其他事情来分散我的注意力，窝在床上滑手机、看影片，然后吃好吃的东西，分散注意力之后，我就忘记我心情不好的那件事情。我奇怪的人。何时再找阿妈跳舞？已经跳3次了，还有人要看吗？请问你有要回日本工作吗？我不是在日本工作啦，我只是在飞机上工作，没有想过人生中没有这个选项。皮拉提斯教学现在是正职吗 ？YT 会持续稳定周更吗？目前做晚兼职会有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留给教室的，傍晚下午左右就会去教室上课，然后到晚上这样子，没有办法周更其实我的影片都是我跟我男朋友剪的，我男友又有自己的工作，没有这么多时间每周都
更新 YT， 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太难了，因为剪 YT 的长片真的是一个马拉松，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初剪，然后上字幕、调特效、音效、字卡、背景音乐，这时间都要花大概2、3周。我自己本来想说1个月有1个影片，我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如果赚多一点，然后找剪辑师，可能有办法周更，但是现阶段真的有点太难了，应该月更啦。月更有机会。保持开朗、乐观和笑容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也没有特别开朗或者是保持笑容，也是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没有什么秘诀。我另外一个兼职工作是模特儿，我自己自认为我很可以，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对镜头笑得很开心，假笑笑久了我就会变开心的。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男朋友吵架，气氛真的有一点僵，可是因为后面还要继续拍，他说他很佩服我可以在跟他关系很紧张啊，吵架的时候我还可以对着镜头笑出来讲话，这样他觉得我蛮了不起的。我觉得大家看我影片应该看不出来我是哪个地方心情不好。推荐的医美项目。真的是问对了，我之前有做音波，但是我打的发数好像只有20发，就打那个脸下面就是比较容易垂的地方，然后把它往上拉提。我觉得音波、电波还不错，上次做是去年年底，可能今年年底也会想要再试一下音波或电波，但是我也还在犹豫要电波还是音波。再来呢，我觉得皮秒雷射，我觉得蛮推的。我之前一直以为皮秒雷射是智商税，结果打完之后脸超亮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网美脸这么亮了，真的觉得蛮值得的。最近还有去打那个叫胶原蛋白增生剂，我打了我脸2遍，之后会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脸胖胖的、圆圆的那种感觉。目前是打了1个月，它现在会慢慢缓慢的长出来，大概要给它2个月的时间，自己是蛮推荐的。应该很多人问怎么当你男友吧？当我男友很辛苦对不对？他点头了。你觉得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个性很急，很难搞。书读太少。他说我书读太少。我个性很急，很难搞。请问在日航待几年？6年。会出在日航工作时所拍的美景做成阅历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我又没有拍多好，应该要交给专业的摄影师拍吧。我都用手机拍的那个美景，不适合做阅历。你 line 多少？干嘛跟你讲？你好漂亮，怎么这么漂亮的？会讲这种话的人一定是大美女。为什么想做自媒体？当初就是做开心的啦，因为我男朋友他会剪辑，然后我们就在 IG 上面就发一些小影片，然后拍一拍就觉得好玩这样子，就想说趁年轻，然后又可以同时记录自己的生活，那干嘛不做呢？有机会拍一个外站生活片 Vlog 介绍吗？但是我知道大鸟去。但我现在已经不在日航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拍。但是我下个月会去日本滑雪，还有会去住星野集团的饭店，到时候我会努力产出2个影片，敬请期待。Vivi 的妆容都超漂亮，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产品？我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产品 ，Hinge 的这个水光棒，它就是会让脸亮亮的，有光泽感，这样子，然后打开，然后这样子画一画，然后点在我的脸上。然后脸就会这样亮亮的，看起来有那种韩妞的水光肌的感觉。这个是粉红色，所以它可以涂在腮红，亮亮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纯粹光泽感，这个就是涂上去会亮亮的。然后大家就说，哦，你脸好亮哦，其实是这个的功劳，因为本身脸也不是特别亮，真的超级推的。这是 Hinge 寄给我的产品，让我试用，我真的蛮喜欢的。眼影的话，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因为现在化妆品都做蛮厉害。大学读哪里？读淡江大学。在日航做空服员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很好赚，然后又很好存，而且因为在飞机上都可以吃飞机餐，又不用花钱，然后到外站的时候都在饭店睡觉，也不会花到钱，奖金给的也还不错，就是稳稳的一直做下去的话，应该就可以买房子了吧？请问你知道机长受训过程吗？不是很清楚，但好像就是一样，先面试进去培训，他们好像会先在台湾上课受训。然后再把他们派到美国还是澳洲受训，最后就回台湾我觉体之类的吧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会有人好奇机长受训过程吗？因为我男朋友他朋友是一个机师，不知道能不能请他跟我一起拍影片，然后分享机师的受训过程。好啦，有人要看我在拍啦。怎么认识航空业的女生？进航空业可能会比较快。今年的目标与规划，今年的目标呢是 YouTube 至少可以破5万吧，这是我的目标。然后 IG 粉丝可以破10万的话，这也是蛮开心的目标跟规划。希望我可以开心的工作，开心的赚钱，就这样。
以前我都会想说，今年要存多少钱，要花少于多少钱，我就会在金钱上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我这几年开始慢慢的没有把钱放得这么重了，因为很容易压力很大。我以前就是都会限制自己1个月只能花2万块。那我男朋友就觉得我有时候有点太夸张，有时候我就会说，怎么办？我这个月已经花18000了，我不能再吃太贵的东西，这样就会超过2万块。然后我男朋友就觉得我很奇怪，想吃这个东西就买啊，干嘛要想这么多？最近就是慢慢的放下这件事情，反正开心就好了。投资标的，我自己觉得我做过最好的投资就是006208，就买一点点。而且我是个性又比较保守的人，我就想说我的钱赚少没关系，但不要赔多，所以就慢慢一点一点买，一点买。结果它是我目前里面获利最高的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应该多买一点。身高、体重、年龄，身高164啊，体重46，年龄29，最近刚过生日，咦。会后悔离开航空业吗？不会后悔。会推荐加入航空业吗？推荐。我女友想转战台湾空姐，会适合吗？你有办法接受你女朋友都在飞机上工作，然后会在台湾的时间很少这件事情吗？我觉得如果你们关系稳定，想增加收入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准备的话，你上网查或者是迪卡爬文，其实都有蛮多资料的。我自己是蛮推荐，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航空业，它蛮训练抗压性。还有独立性，想快速存一笔钱的话，空服员是一个蛮好的工作。推荐健康的早餐组合哦，我最近在增肌，我觉得我肌肉好难增加，我最近真的是，因为我现在其实每天都可以运动，然后我上次量啊，我的体脂就是没有降，然后肌肉也没有增加，不知道是不是练太轻。你看我就是完全没有肌肉，我明明就很认真在练了，所以我最近只是多吃一些蛋白质。我早餐会先吃2颗蛋，喝鲜奶茶或是豆浆，然后再吃1个番薯，再来就是可能1个饭团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我就不太吃什么蛋饼啊、馒头这些东西，早上还是先吃2颗蛋为主。飞机上，请问最难念的机上免税品牌有啊，那个菲拉干莫就有点难哎，我第一次念那个时候也念不太出来。菲拉干莫，当你失忆的时候，怎么回到最初的心情？我觉得我失忆的时候也回不去最初的心情呢，因为心情就不好了，就也很难回去，所以我就还是会选择分心去做别的事情。好像脑袋很简单，反正忘记它就不会心情不好了。日航地勤待遇如何呢？我觉得日航地勤离职率好像蛮高的耶。我常常都是看到年轻的女生当日航地勤，很少看到年纪比较大，所以我在猜，我不是很确定哦，在猜是不是离职率蛮高的。但如果你是说台湾的日航地勤的话嘛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他们看起来都蛮开心的，应该还不错。薪水的话，当然没有空服员这么高。但是福利也给的还不错，可以派海外吗？好像很少看到地勤派海外耶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被派海外工作的话，可以优先选择空服员，因为空服员才有机会派到海外，基本上就是1年。为什么可以皮肤都这么好？有化妆啊，是修图，都有修的。工作过了会生气吗？气，谁不会生气啊？飞机 delay 更生气，我超会生气的。可是生气又不能怎么样，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然后就会跑去跟同事抱怨。还没想到问什么，不过你看起来很有气质，谢谢。大家都说我不讲话的时候比较有气质，然后讲话就破功了。想知道怎么做才能跟你一样美丽？我跟你说，就是化妆。跟你们聊天好好玩哦，虽然其实我现在是在自言自语啦。想请问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，目前住在台北。为什么你这么美？为什么你这么会说话？你们人都好好，好会夸奖人哦，我真会有点不好意思。日本大阪，你有自己吃过极度推荐的甜点店吗？我在日本不太吃甜点呢，但是我之前在那个品川车站有吃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甜点，这个。工作压力或过劳会不会把情绪带给家人哦？我觉得会，因为我现在都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。我之前在飞的时候，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我不会抱怨那件事情本身，而是自己去生闷气，对男朋友可能态度就会不太好，那他就会觉得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冷淡，然后就会吵架。所以后来也慢慢的让自己心情有不开心或是心情不好就说出来，至少让他知道我状态是不太好，他就可以安慰我，不要2个人都僵在那边。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有点偏压抑，遇到不好的事情不会想要讲，我就不要讲，然后反而过了就忘了。但我男朋友说那件事情虽然你可能好像忘记了，可是那个情绪还压在里面，他没有不见，他只是还没有
有被解决，所以后来就还是慢慢的工作有压力啊，或是觉得有点累的时候，我就会主动跟他说，哦，好累哦，我想休息，就是不要只是摆臭脸，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容易臭脸，然后不讲话。然后就容易吵架，后如何排解哦？就是后来就变成跟男友抱怨，然后就排解掉了。啊。有什么中性穿搭？之前在日本有买一件这个品牌，它的牛仔裤很好穿呢。因为像台湾女生好像都是腰比较细，骨盘比较宽一点点，就会有这种很漂亮的这个 S 型的身材。就之前在日本买了一件牛仔裤，是深灰色的牛仔裤，版型的设计非常好，它腰细细的，完全没有松紧的裤子，就是比较宽的牛仔裤的那种感觉。我自己很喜欢这一件牛仔裤，而且这件牛仔裤又很好搭毛衣啊、背心啊，搭任何衬衫、外套都非常好看，而且又很中性，就是穿上衣，然后不知道搭什么，下半身的时候我就会穿这件牛仔裤。淡江最喜欢的美食，我喜欢世田。空服员有什么牌子丝袜可以推荐？我到后来都是穿那个到大腿的丝袜，因为我不喜欢整件这样穿上去，因为我觉得很闷。就我是在虾皮买到大腿的那种，不会穿到上面。我在资讯栏留连接给大家好了。日本語は話せますか？はい、ちょっとだけ話せます。你好，请问可以讲一些跟地勤有关的吗？你是说日航的地勤还是台湾的地勤啊？因为我是空勤，所以地勤的话我没有到很了解。我觉得你可以上网爬文诶，D卡也蛮多相关类型的分享。嗨，请问你有在看 CCD 吗？没有因为我现在都是用富士X100V 来拍，我自己真的超爱那一台的，而且那台就已经很贵很好用了，应该没有打算再买 CCD。请问是毕业后同年去应征航空公司吗？我毕业的时候是9月嘛，我大概毕业的那一年年初就有慢慢在准备航空业的面试，所以是同一年就考上了。我常搭日航，每次都会给空服员写赞扬信，不知道有什么效果？有效果就是主管呢会跟这个空服员说，好，上次有客人在飞机上写赞扬信给你，然后他们就会递一张小小的奖状递给他，在大家面前让他举手，他就会很有面子。所以是有效果的，只是会要等比较久一点，可能大概2-3个月，空服员就会自己忘记服务过了哪个客人这样子。所以谢谢你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这样可以鼓励到所有空服员。你超棒的。会不会开车？会，我会开车。20出头的时候就有去考驾照，可是考也没有用啊，现在也没有车可以开，所以都还是搭捷运比较多。会生小孩吗？不想我没有很想生小孩，因为我不想要我小孩跟我一样。3月底要去台湾，我想知道在台北哪里可以体验台湾茶文化。他怎么会问我？想问看看对另外一半的标准，或者说欣赏什么样的异性？我欣赏聪明的，然后学历高的，然后有才华的，因为这些都是我没有的。然后忠诚的，还有情绪稳定的。我来想看一些日常 vlog。好，那我去日本就会来拍 vlog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你好瘦，平常有在吃饭吗？有，我吃的还算多，正常人一点点。可能是因为我骨架小啦，所以可能看起来比较瘦，但其实就正常体型这样子。想问日航平均年终是几个月？我想一下好像大概4到5左右，4到5左右。日航有比较喜欢哪一种女生吗？有，他们喜欢看起来乖的、好教的，没有太多自己意见的脸，所以你只要看起来好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选你这样。他们喜欢好教的啦，毕竟日本航空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公司，所以他们会希望可以遵守公司的规定，配合他们的制度，这样会比较好管理。所以要去面试日航的话，你就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听话的好媳妇。那就可以了。夢は何ですか？梦想是什么？梦想就是不用工作啊，然后就有很多钱，这是我人生的梦想。然后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有自己的房子，然后可以装潢自己的家。然后再来就是养猫咪，美好的梦想很难实现。请问 Vivi 身高是怎么维持身材的？好瘦，做皮拉提斯，相信我，皮拉提斯真的改善体态蛮多的，而且又可以让自己感觉比较有力气，然后精神也会比较好。如果真的要瘦的话，其实还是要搭配饮食。靓丽的外形带来哪些好的地方？是否也带来一些辛苦或无奈？好会说话哦你。好的地方。可能可以去做拍摄的工作吧，算是一个好处，可以靠这个赚钱，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大的好处。辛苦或无奈哦，可能有时候妆化的比较浓，或者打扮的比较漂亮，在外面就是会被人家就是偷瞄，然后我就会有点，我就觉得很尴尬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应该
有些女生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很尴尬啊，就想说看屁哦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想问你有没有推荐的台南美食？台南应该什么都好吃吧？就随便一间店都好吃吧？因为台南我也没有很常去啦，应该都好吃。好，问错人了吧？笑死！职业是 YouTuber 吗？如果可以当职业的话，那我会蛮开心的。但是现在 YouTuber 这件工作会让我吃不饱啊。吃不饱会饿死。最喜欢的日文歌曲是什么？我比较少在听日文歌，就是听韩文歌比较多。怎样可以遇到本人？路上巧遇吧。我最近有2次刚好在路上有被认出来，然后有跟他们小聊天。第一次是在熊本的机场，然后第2次呢是在东区的某一间饮料店前面，刚好巧遇了你们。平常会常讲台语吗？跟阿嬷会啊，因为我的母语是台语，小时候又在高雄的乡下长大，我台语是很溜的，而且之前我就常被人家说我的台语有高雄腔。想请问日航组员的员工票可以开自家或他家的商务舱吗？可以开自家，也可以开他家，可是不能开商务舱的样子。日航没有提供日航的商务舱给日航的员工，长荣的话好像要加钱，新宇好像也要加钱。华航是不再给外加使用他们家的商务舱，好像只给自家的样子。但因为我在日航的期间，我没有很常开票，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出国玩，就每次出国回来，我就觉得只想在台湾休息，完全不想要再飞出去。但是我其他同事都有办法飞回来台湾之后，又直接再开票飞出去玩，我真的觉得超佩服他们的。我真的是大废物，我没有办法。用什么软体剪辑剪映？请问姐姐和另一半怎么认识的？大家都对男友好有兴趣哦，好好笑。最喜欢的日本机场，羽田机场吧，羽田机场还不错，大。可是如果要买东西的话，还是成田机场比较多吃的跟逛的，没有特别喜欢机场，我比较喜欢回家休息。怎么认识空姐？你去当机师就可以认识空姐啊，或者是去当地勤啊。好烂的回答哦。好，那今天的 Q&A 就结束了。我就是真的是一一的尽量把所有问题都回答完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耶！之后也会努力多拍一些其他主题的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那其实，我觉得做影片真的是蛮辛苦的，但我会努力产出一些有趣的影片给你们，敬请期待，记得多多支持我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耶！下次见喽，拜拜。